密还不算是把玫瑰入情诗的第一人，我们再往前追溯，可能唐代的李建勋才算是第一个把他诗中的玫瑰和当今的玫瑰一样，都是爱情的信物的这种描写。那李建勋呢，他是一位少年的时候文采就很好的唐代的诗人，比较有名，他是入了唐才子传的其中一位人物啊。我们来看一下他写的这首春词。那虽然叫春词，但这是一首七言绝句。春词，李建勋。日高闲步下堂阶，细草春纱莫绣鞋。折得玫瑰花一朵，凭君簪向凤凰钗。这里玫瑰和爱情的关系就非常的明显了。我们这里先岔开，再给大家解释一个什么概念，就是绝句和律诗的区别在哪里。刚说了，这是一首七言绝句。那绝句和律诗都是属于诗，它的相同点在哪里呢？它们都是格律诗。所谓格律，就是在音韵上面它是遵从一定固定的模式和一定的规范，比如说都是讲平仄，在音韵声调上面有音律的音乐的节奏和美感。除了讲节奏，还要讲对仗啊，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哈，这个就是对仗，这个绝句和律诗都是要讲究的。那区别在哪里呢？绝句是每首4句才能叫绝句，每一句里面有几个字，那就是几言绝句，5个字就是5言绝句，就简称是5绝。那也有7个字叫7言绝句，刚才这首春词就是7言绝句。这2种出现的比较多，5言和7言，当然也有6个字的，还有8个字的，但是这种出现的频率就很少。绝句呢，它不一定要求是非常的对仗和对偶的关系，也就是说没有严格的规定，你对也可以，不对也可以。但是律诗就不一样，律诗是非常有规矩的，律诗的颔联和颈联是必须要对仗的。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次我给大家分享的于谦的这首《关书》。我们看在首联和尾联当中，其实律诗的要求就是首联和尾联不一定要对仗，但是你颔联和颈联是必须要对仗的。在这里，眼前和胸次对仗，直下和全无对仗，3000字和1点成对仗。然后在颈联也同样，你看活水和东风的对仗，然后像后面源流、花柳啊、随处满和朱时新，这些的对仗是非常严格的。然后律诗呢，它一首一般都是8句，后2句为1联，首联、颔联、颈联、尾联。这个就是律诗和绝句的一个大概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我想给大家就是回忆一下。那刚才的这一曲春词，这首诗的意思就是太阳升高了，我随意的走下台阶，然后呢，小草刚刚好把我的鞋面绣鞋给没过了，折了一朵玫瑰花，情郎将花插在我的头上，就好像是戴了凤凰钗一样。所以这个时候能够感觉出小儿女的这种你侬我侬的这种情真意切的感情。这个是目前能够查到的最早将玫瑰和爱情联系起来的，并且把玫瑰入诗的诗词作品。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都要有一定的纪念意义或者历史意义，或者是有一定的地位，然后我们就是可以去在这样的基础上面能够去进一步的去欣赏它，去背一背它，记一记它，人家以后说起来的时候，哎，我知道第一首诗词说玫瑰和爱情的在中国古代是哪一首诗。
这首诗你看它是写在唐朝，唐朝是公元618年到907年这段时间。那我们再回忆一下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我们西方的玫瑰和爱情的关系开始出现是在希腊神话。那希腊神话是什么时间段？是在公元前8个世纪左右。那个时候有古希腊的原住民，他们通过一个长期的口头的相传，然后记录整理形成的。所以说我觉得要去争玫瑰到底是中国原产的还是舶来品，我觉得这个答案好像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显而易见的哦。刚才也说了，在汉朝的时候玫瑰还是指的是美玉。那汉朝是什么时候？汉朝就是公元纪年刚刚开始的时候，大概公元1年2年，那个时候我们中国古代的玫瑰还是指美玉。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想一想，到底这个玫瑰花是来自于哪里。好，那么提到玫瑰，学过声乐的朋友，我们华裔合唱团的朋友一定非常熟悉这首歌。华裔合唱团的很多的成员都已经唱过，我都听到过好几位朋友唱过这首歌啊。对，这就是《玫瑰三愿》。这首歌的演唱版本非常多，刚才跟严老师在课前我们还在聊，就是说很多歌唱家都唱过，而且都是各有所长，有些唱的可能非常非常好。但是我为什么要给大家播放下面这个版本呢？我给大家要放的是已经在1992年去世的中国的女高音歌唱家，也是我国第一部歌剧《秋子》的主演张全的演唱版本。由此呢，我们也可以向我们老一辈的音乐工作者表示缅怀和敬意。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演唱版本。